如何让2年前的人穿越到他已经死亡的现代？甄广的声音穿越了时空，他们能通过2年的时间对话，原理就是手里的人偶首先需要一对形状大小都相同的物品，相同的物品会产生共鸣，形状越复杂连接起来越容易，这样2物品中必须植入施术者身体的一部分，通过魔法使肉体的部分置于其中。2只人偶之中都掺入了叶枫的大量血液，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断，如果形状相同且足够复杂的一对物品分别存在于2地，而且2个物品里都植入了叶枫身体的一部分，就能让身体也跨越时空，形状完全相同还是在身体一部分的东西不就有个现成的吗？那就是叶枫全身的骨骼。左门快要绷不住了，因为甄广和姐的推断完全正确，叶枫的骨骼就是打破这所时间牢笼的钥匙。此时的姐之外，润一郎的出现扭转了山本的败局。下村不明白润一郎为什么要和他们作对，这明明是关乎世界存亡的大事，却见润一郎指着山本义正言辞的大喊：当然是这位大姐姐的欧派换得他心神摇曳呀！看到这般美景还不来相助，那还是男人吗？润一郎虽然不会魔法，但他是个物理魔法使，又称武术高手。下村甚至连魔法都来不及施展就被一击撂倒，本想着打不过就跑，可惜人家连逃跑的机会都不给他，直接一巴掌把他拍到地上动弹不得。由于时间偏差，叶枫的骨骼同时存在于2地，作用来产生联系的道具确实没有比这个更强的了。但问题又来了，时空悖论要怎么办？如果叶枫跨越时空回到这里，他就不会在岛上化为白骨，这样一来我们就回收不到骸骨，骨架也不应该存在于这里。甄广突发奇想，如果只留下骨架让其他部分穿越回来呢？反正叶枫的骨骼在这里，他大可以在岛上留下骨骼，让剩下的肉身部分传送回这边的骨骼，这样就不会产生任何悖论。叶枫从来没这么想过，但或许可以一试。然而要使出能穿越时空的魔法，必须以相当高度文明产物作为贡品，但住的岛上并没有这种东西。敌库的被扒光的左门赶紧叫停2人，让他喘口气吧，求求了。在军队坚持不懈的炮火猛攻下，索布的第一层结界很快面临崩溃，好几个巨人之树的果实突然急速朝这边飞来，人类在靠近果实的瞬间化为黑铁，战机失控纷纷撞向结界，场面一度陷入混乱。左门承认他们的推理完全正确，如果一试失败，他为了第一时间联系叶枫，也在木桶里掺了他的血，所以作为穿越时空的贡品，他也事先藏到了岛上。但是贡品是否被使用，他在回收骸骨的时候没有去确认，因为他在从上岛那一刻起，大海就掀起了惊涛骇浪，简直像在阻碍他一样。这一切都太过巧合，为了让叶枫得胜，万物的命运都被掌握在起始之术的手中。而且为什么前来帮助叶枫的是甄广和姐这种万中无一的人？很明显，他们的命运也被扭曲了。为了驱使甄广和叶枫相遇，起始之术操控常理杀死了爱花，证据就是爱花的死发生在叶枫被流浪孤岛之后。所以甄广真正应该报复的不是直接杀死爱花的凶手，而是精心谋划控制命运的起始之术。选择帮助间接还是爱花的叶枫，这样合乎他内心的常理吗？真正应该被打倒的是起始之术，如果不粉碎他的蛮不讲理的意识，就无法完成真正的复仇。所有人到头来都只是术的奴隶。左门煽动甄广加入他们，从真正意义上来拯救世界。姐一看打嘴炮谁不会呀？如果当初左门没有将叶枫流落孤岛，起始之术就不会操控常理杀死爱花。要这么说的话，创造出爱花死因的人不就是左门吗？爱花是因他而死的，叶枫心里早就有这种预感，他不认为姐光靠辩论就能赢得左门。叶枫突然恍然大悟，原来姐的目的并不在于此，他自然不认为区区几句话就能打动甄广，而是给叶枫争取时间，寻找隐藏在岛上的贡品。左门说贡品是在紧急时刻召唤他回去的，所以这东西应该不难找。这个岛并不大，凭借自己力量找到也并非不可能。即使爱花的死因真的是因为叶枫，姐也愿意相信爱花说出的事出有因，这肯定是某个美丽结局的伏笔。之后的事就让他回去再烦恼，要他怎么道歉都行。但如果他只在这段过去里止步不前，他就无法做出任何补偿。左门自然不甘心，他又拿出凶手是索布一族这个真相，认为这是起始之术让他们反目成仇而设下的诡计。本来索布一族如果犯下杀人大罪，要承担的风险实在太大。果实的到来让军队几乎全军覆没，阻止这一波的攻击已经让他们耗尽全力，下属的任务在某种意义上也完成了，接下来只需要静观其变。山本突然咳出一口血，他折断的肋骨插进了肺里，怕是命不久矣了。刚才还和他打得你死我活的下村突然走了过来，用魔法治愈了他的伤口。如果山本真的死掉，他才是最麻烦的。辅佐起始之术的索布一族玷污扰乱常理的行为是被严令禁止的，而杀人在这其中最大的禁忌。如果直接动手杀人，所产生的反作用将使他再无法使用魔法。直至举行仪式请求起始之术的宽恕，而没有举行过仪式，只要让阶级较高的族人稍作调查就能得知，就算被起始之术宽恕，如果不是出于什么特殊原因，为了不让魔法被恶用，犯人必定会在族内受到严惩。术的力量和各种规矩产生着强大的约束力，所以左门断定犯人绝不可能是索布一族。但叶枫的魔法不会出错，以他的探查魔法都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，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起始之术宽恕了他的罪孽，罪孽被宽恕，常理被纠正，所以就算他杀人也不会留下痕迹。而拥有这种特权的只有索布族人。如果是一般情况下，这种人一定会在族内定期探查中被揪出来，但是他们这一年忙于巨人之术的复活而疏于管理，这一切对叶枫太有利了。所有规则都是围绕叶枫而生，无论生与死，一切都在起始之术的掌控之中。甄广真的不想挣脱他的束缚吗？基野还怕甄广会在这个时候动摇，而甄广则再次想起了爱花。甄广曾经因为觉得基野说话不合道理和他吵了一架，爱花承认他不合道理的事不一定是错的，而基野总是他们之中最正确的那个，无论你原谅与否，过去的事都不会有任何改变。爱花第一次引用了暴风雨里的句子，而这时索布一族中对于1年前犯下杀人大罪的族人调查也结束了，想要争取时间的不只是基野。在调查结束之前，左门也在尽量
量让他们产生动摇并妨碍叶枫的行动，并趁此期间努力让绝缘之术复活。只要将杀死爱花的犯人带来这里，真广就失去了帮助叶枫的理由。左门让哲马把犯人带来，但哲马却说一族之内根本没有这个人，他们确认了很多次，犯人并不在索布一族。这话一出，所有人都懵了。叶枫直呼不可能，真广也陷入迷茫。如果不能用魔法确定犯人，他又是为了什么来到这里的？不会被魔法捕捉的犯人，难道另有其人？叶枫猛地惊醒，说不定还真的有。唯一不会被魔法捕捉到，不用遵循起始之术，把破坏当作常理的人，正如她是起始之术的王女一样。还有一位受到破坏之常理祝福的神子，绝缘的魔法使。叶枫的诞生是起始之术接近觉醒的标志，而他担负着决定起始之术完全觉醒时机的使命。他受到既定的时机和意志的指引，只要不满足一定手续，起始之术就无法完全觉醒。所以左门才会想起用封印台来拖延起始之术的觉醒。即使是神也不能擅自引发觉醒这种重大的变动。作为人类的代表，叶枫能职责去判断何时为最佳时机。所以叶枫在坚信起始之术不会做出吞噬所有文明的冷酷之事。左门却认为叶枫太过迷信起始之术，而忽略了它的危险性。起始之术怎么可能将生杀大权交给区区人类？明显是为了他们抛弃绝缘之术，并更好的操控索布一族。这些是真广根本不在乎，他只想知道是不是真的存在绝缘的魔法使。绝缘之术在感到自己即将复活时，就像叶枫因起始之术的觉醒而诞生一样，绝缘的魔法使说不定也会就此诞生。而如果绝缘的魔法使是凶手，那他在起始之术的操控下杀死爱花的假设就不成立了。绝缘的魔法使碰巧杀死了爱花，这得有可乘之机的起始之术趁机将真广和叶枫联系到一起。如果这样的话，爱花的死就和起始之术无关，而是绝缘之术必须承担巨大的责任。那么积极推动绝缘之术复活的左门也间接成为了杀死爱花的帮凶。这一下胜负逆转，左门必须打倒起始之术的说辞，直接转为了真广打倒绝缘之术的理由。左门这一下也无能为力了。辩论了快4届，说来说去还是他的锅。而就在几人执着于到底哪棵树才是真凶的辩论赛时，结界外的世界出现了巨变，巨大的树根在世界各地凭空出现，并且将与它接触的所有建筑和人造物体都化为了灰烬，简直就像是在吞噬文明。叶枫明明已经没有下达觉醒的命令，起始之术却以不可阻挡之势复苏了。左门的失败已成定局，接下来只要逼他说出藏匿贡品的位置，他们就能获胜。但真广迟迟没有动作，叶枫居然能完成如此完美的绝地反击，这靠的得是多么离谱的奇迹！但如果这一切都是起始之术提前设定好的呢？捏造出绝缘魔法使的存在，创造出让他帮助叶枫的条件，帮助叶枫真的能让他找到凶手吗？犯人说不定就是起始之术呢。真广的内心十分混乱，他紧握模具不发，但同时叶枫也陷入了迷茫。如果起始之术能创造出对自己有利的奇迹，那他为什么迟迟找不到贡品？突然叶枫注意到空中什么东西一闪，他飞奔向沙滩的方向，这里居然凭空降落了一颗导弹。因为左门藏匿的贡品迟迟无法找到，所以起始之术为他送来了新的贡品。叶枫也没有时间犹豫，他让借鉴人偶放在他的骨架上定位，他一定要找到杀死爱花的真凶，他绝不会为了背叛他的人而战。随后发动魔法，借身们的骨架发出耀眼的光芒，紧接着血肉重组，时间牢笼被打破。没穿衣服的叶枫跨越2年时间出现在他们面前，借赶紧把自己的衣服给叶枫披上。叶枫归来，宣布左门的计策彻底失败。他向真广发誓，不管其中是否存在起始之术的阴谋，他都会让犯人跪倒在真广面前。如果犯人真的是起始之术，到时候真广尽管杀了他，这就形同于是他亲手杀了爱花。真广答应了，他刚想借告诉他谁是爱花的男朋友，突然一阵地动山摇，起始之术突然对姐姐发起猛烈的攻击，而绝缘之术更是直接挣脱束缚，准备应战起始之术。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我在奇幻推理番里看2棵树撕逼，打的那叫一个生猛。世界各地的起始之术都开始觉醒，树木从城市里破土而出，眼前的世界变得如此的不真实。叶枫问出了左门举行仪式的地方，打算用那里存放的大量贡品同时控制2棵树的觉醒。他刚准备用真广授予的模具强化防御保护几人，突然失控的绝缘之术朝他们袭来，竟然直接将吉野和真广杀害了。在叶枫归来的瞬间，他们如同用完的棋子被无情的丢弃。爱花毫不犹豫消耗模具为吉野疗伤，并指挥左门去治愈真广，他绝不允许任何一个人死去，即使这是起始之术的常理。